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两天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应该是 Stable Diffusion 原作者已经1个多月没有更新了。随着软件的开发，该软件的 bug 也越来越多，而且没有部署新的技术。比如说，它现在用的还是 Touch 1.0，但现在已经有了 Touch 2.0了。目前有一名叫做 Vlad 的作者新建了一个分支进行维护。Vlad Diffusion WebUI 这款新软件是在原版的软件基础上进行开发的，而且更新比较频繁，解决了很多的 bug。我去使用了一下这个软件，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。我们来到这个页面，我们往下翻。它的一个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，适合新手操作，启动的速度还是蛮快的。因为 Vlad 优化了模型的加载，启动网页后在后台加载模型。我们往上翻，看到这个地方。这款软件呢，它是在 Touch 2.0 基础上进行优化，可以大幅度提升图像生成速度，并且它是同时支持低显存和 CPU 模式运行。不过该软件还是建议用户使用英伟达系列的显卡。如果你使用 AMD 和 M1 系列的 GPU 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。我们来到这个页面。这个是我提前安装好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其实也是内置了很多的一些主流插件，就比如说 ControlNet 1.1 版本的，然后这些插件就是无需再额外进行安装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在 Setting 里面，就是所有的设置都可以运行的时候进行更改了，包括 CUDA。就是它的一些设置，不会像之前你想修改的话，可能需要重启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进行安装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页面往下翻，这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安装步骤。第一步我们要去下载这个 Python， 如果你已经下载过了就不用下载了，如果没有你可以去它的官网，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的。注意了，它最新的 3.11 版本的 Python 它是不支持 Torch 的，因此我们要使用其他的版本，你可以使用下边的这个Python 3.10.9 版本的，然后你点后边的 Download， 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往下翻，然后这里它除了 Windows 的一个版本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，你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下载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就不带着大家去下载安装了。然后这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这个安装 Git。它的地址同样我也会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使用的 Windows 的系统，那么你就在这里下载它的最新的 2.4 版本的就可以了，在这儿下载。然后这个是这个，如果你使用的 Mac OS 这个系统，那么你下载相对应的一个 Git 也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第二步，第三步你可以看一下。在这里，如果你使用的 N 卡的 GPU， 那你可以去这个网址下一个 CUDA。然后这三步已经好了之后，你再复制这个命令，复制一下，然后找一个位置，比如说我找的是这个位置，我要想把我的文件就是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右击，在终端中打开。当然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个，那你就在这里输入 PowerShell， 然后回车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了。然后在这里你把刚刚的那个命令粘贴过来，粘贴好了之后你 Enter 键，然后运行，它就可以自动下载这个文件了。这个很快，然后把它关掉，这里就出现了这个文件夹，你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，你往下翻，你找到这个 webui.bat 这个文件双击进行运行。然后大家注意了，这个的话可能会花一定的时间。你看它，如果这个地方它不动了，这个地方它不动了，它不是说没有在安装，它是还在下载一些东西，大家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些地方你出现了红色的 error，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没有关系的，忽视它就可以了。好，之前下载有一定的时间，我把它截掉了。然后你来到这个页面之后，最后一行它是问你要不要下载默认的模型。如果你想使用它的一个模型，你就回 Y 就可以了，然后在 Enter 键运行。如果你不想使用它的模型，你就回复这个 N， 然后呢再按 Enter 键进行运行。
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，请按任意键继续，因为这个软件它没有任何的模型是不能正常的一个启动的，你运行它会报错，所以我们关掉这个窗口之后，然后我们要把我们下载好的一个模型，比如说这个古风的国风3的这个模型，我要复制，然后粘贴到它的 Models，然后 Stable Diffusion 这里边来。当然，除了这个模型之外，我们还要把它对应的 VE 文件就是放过来，也是在 Models 里边，然后 VE 的文件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回到这边的 Models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VAE，我们也把它粘贴到这边来，然后这个就已经好了。然后这个 VAE 和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里边的模型，我们已经放置好了之后，我们回到这里的根目录，然后同样找到这个文件双击，然后这边它会进行运行。好，这里运行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。它这里会出现一个地址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按住 Ctrl 键，然后点它就可以，也可以直接复制，然后在浏览器里边打开。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页面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然后我们把 SDVAE 快捷弄一下，我们点 Setting，然后点这里的用户界面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用逗号隔开，然后它是 SD 下划线，然后 VE，这个弄好，弄好了之后，我们保存重启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快捷了。然后我们使用的国风3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我们也要使用它相对应的 VE。然后这里我们去输入提示词，我把这里准备好的复制粘贴过来。然后这些参数，然后它是用的这个采样算法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采样方法是这些。然后这是采样迭代步数，我就设为20吧。然后这个地方512×512，我就设为这些吧，其他我就不改了。然后我们直接点生成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生成的一个图片，速度还是蛮快的。我们再生成一张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了。它生成的速度、质量这些都是还不错的。当然的话，整合下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秋叶大佬的整合包，特别是它的 V4 版本也是升级了 Touch 2.0 Transformers 0.0.17 CUDNN 8.8版本的，应该是目前最佳速度的版本，也是内置了 ControlNet 等插件。目前通用性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建议用就是之前的旧版本的 WebUI 的一个软件，当然也看你个人，你可以试试看一下这个软件跟原来的那个版本，就是有什么区别。如果你使用秋叶的这个整合包，然后你是 V2、V3的一个整合包，但是你又不想去折腾 V4 包、迁移模型、插件这些，然后你可以就是点击它的启动器里边，我们可以到秋叶大佬，比如说我用的就是 V3的，然后你点到这个启动器，然后进来了之后，你点高级选项，然后这里的环境维护，点这个地方，点了之后，你在这里选择版本，你就选择这个 Touch 2.0的这个版本，然后它就可以点安装，就可以升级这些了。然后我这边已经升级过了，我就不再去升级了。这个就是升级的一个办法，我这里就分享到这里。具体的话，你可以下来试试看，你喜欢用哪个软件。